大家好，我是末端，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。这期主要说的是 CF6 ECH 设置以后速度为负1的问题，以及对 CF6 链接设置 Proxy IP 或者区域的问题。上一期视频之后，有的小伙伴说所有的节点速度都是负1，这是个问题，但不可能所有的节点都可用啊。但是如果速度全部是负1，那这个问题需要处理一下。处理它的方法就像是《山海经》里的城隍，其状如狐，其背上有角，臣之寿2000。你想一下，为什么臣之寿2000？为什么坐上去就能活2000岁？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速度快的时候时间会被拉长，所以能活2000岁。因此你看城隍有多快，解决一些设置的问题，就能够在有 ECH 的条件下让速度飙起来。然后是说一下 CF6 自定义 Proxy IP 和区域的问题。它就像《山海经》里的夸父藏，夸父藏插地成林，指哪就有生机。你自定义的 Proxy IP 或者区域就是这根夸父藏，你指哪流量就奔向哪，跟夸父当年追太阳一样执着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先看一下 ECH 条件下速度负1的问题。要打开你的 Cloudflare， 找到上一个项目，点进去，确保在绑定底下确定绑定了 KB 空间，然后到设置里去确认一下你确定给了 UUID。如果这两个都好了，就使用你的自定义的域名打开你的控制面板。怎么打开控制面板，上一期也都讲过了。关于速度为负1，这个未必是没有速度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能给我更多的详细的信息，会更加有利于判断。我目前的猜测主要是优选 IP、优选域名要做一下就好了。回到 CF6 面板向下拉，你会看到一个优选 IP 来源 URL， 然后在这里面给一个免费的节点池，这节点池是皮哈来的。关于免费节点池哪里来，之前也讲过，比如说这个就是，这个也是，它还包括了优选 IP 的方法。关于优选 IP 的方法也讲过几次，这个就是，这个也是，这两个是讲如何使用 FOFA 来做优选 IP 的。这个是最初的一个极简教程，推荐小伙伴们最好看一下，反正这些都是免费的，你至少看一下这个只有几分钟啊。回到 CF6 面板，我们继续设置，给了一个免费节点池以后，在这里点保存配置，然后回到顶部自己选一个喜欢的客户端，点 OK 就复制好了。到这里来直接 Command V， Windows 上是 Ctrl V， 这样分组就创建了。选中刚才创建的分组，点一下分组按钮，点击更新，这样就看到了很多的节点，选一下特殊，这样我们依旧会看到有很多负1，但是也有很多是可以用的。你不可能要求全部都是可以用的，但是确实是有可以用的。点一下 Delay， 我们把可以用的调上来，再点一下把速度最快的调上来，这样你就会看到有许多节点是可以用的，这样也就修复了所有节点都是负1的问题。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ECH 就是打开的，下面的都不动，可以用默认值。如果你给了免费的节点池，依旧是全部是负1，你还可以继续给优选 IP 列表，因为这个大佬提供的工具本身就带有这个功能，也就是这个延迟测试。 IP 来源的话有这样3个选项，如果你看过我之前优选 IP 的教程，你就可以选这个，然后自己手动去搜一下优选的 IP 放进来。如果你想进一步榨干你刚才免费节点池的能力，就选第3个，然后把免费节点池复制一下粘贴过来。那基本上为了方便省事，就选第2个。端口也是可以自定义的，数量也是可以自定义的，线程也可以自定义的，但是数量不要设太多，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30个。如果超过30个频繁搜索的话， Cloudflare 就会怀疑你在滥用。设好以后点开始测试，测试之后就会产生结果，在结果处向下拉一点，就会有2个方法。一个是覆盖添加，如果这里原来没有值，或者你想把这里原来的值完全覆盖掉，用新的这些值，你就选覆盖添加。如果你原来有值，同时你想把这些新的值添加上去，你就选追加添加。那我们这里就选一个覆盖添加。好了以后向下拉，点保存配置，回到顶端自己选一个 Client， 点 OK， 回到这里点一下分组，点一下分组设置，选刚才那一个分组，点删除，确定，这样就删掉了。在这里点一下，把语言改成中文，这个需要重启一下，重启以后文字就变成中文了。然后 Command V 把刚才的链接导入，
点订阅分组，点更新订阅，选测速，这样你就会看到，在使用了指定的优选 IP 之后，这些也都是可用的。那如果你觉得目前这些节点太少，你想返回到多节点的模式，你就再点一下订阅，再更新一下，它就又更新回去了。你再全选一下，再测速一下，就会发现有更多的节点变成可用了。那如果这样还遇到全部速度是-1的问题，那可能是运气吧，改天再试一试。另外有一个小的要点可能需要注意一下，它这里在版本 2.9.5 的时候有说过一个兼容日期的问题，它的兼容日期必须设置为2026年1月20号，也就是在你 Workers 项目的设置底下向下拉，它这里有一个兼容日期啊，这个日期必须是2026年1月20号，必须和大佬所要求的一样啊。你可以在这里点一下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选项里面有更新的日期就选最新的日期啊，一定要跟大佬选一样的日期啊。原因的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原因。作为一个小白，大佬说设成这个日期就设成这个日期，基本上就是要跟大佬文档里说的一样，这样就能用。如果设置好了兼容日期，但是依旧速度全部是-1，那么你必须确保你有一个自定义的域名。如果设了自定义的域名，测一下速度还是全部是-1，那就需要更新协议了。点一下检查更新，这些全部勾起来，然后点一下检查更新，好了以后会显示哪一个已经更新了。我这些都已经更新到最新了，没东西可更新。更新好了关掉，然后就全选右击测速，那测完就会看到结果了，应该有挺多都是能用的。如果更新了协议，依旧全部速度是负数，那你可以满把隧道打开，但一般是不建议这么做，这个基本上只是为了抗干扰用的。那如果你已经按照前面我讲的这些要点做完了，基本上速度-1的问题就可以解决。接下来就是看一下单独的 Proxy IP 和区域的设置，主要就是看一下这一段的解释，点一下就会跳转到解释。P 就是 Proxy IP，WK 就是区域。大佬在这里有一个说明啊， P 和 WK 它 P 的优先级更高啊，也就是说如果同时使用了 P 和 WK， 也就是同时使用了 Proxy IP 和区域，那么 Proxy IP 也就是 P 具有更高的权限啊，也就是在同时使用的情况下只有 P 起作用啊，因此一般情况下2选1就可以了。大佬在下面也已经给了例子了，关于 Proxy IP 它是支持 IP 支持域名也支持 IPv6 的，要使用也很简单，就这样复制一下。比如说我们用的就是 1.1.1， 要使用的话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复制一下。当然这个 IP 不一定要是 1.1.1.1 啊，你可以填你自己喜欢的优选 IP 啊。我们这里就是做例子快速做一下。复制好了以后，在这里点一下延迟，把速度最快的调上来，然后双击一下这个选中的链接，在路径这里粘贴，点确定，这样就好了。如果你想设置的是区域，大佬这里提供的区域是 JP、US 和 SG， 也就是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，使用的方法也一样，选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复制一下，回到这里选一个你喜欢的链接，双击一下，依旧是在路径这边把刚才的值粘贴进去，这样点一下确定就设置好了。那比如说我们怎么验证呢？我们刚才用大佬这个日本的例子，在这里点一下选自动配置这一项，然后把刚才配置好的链接选中右击设为活动，然后你到你的浏览器里面搜一下 What's my IP， 把第一个点开，你就会看见相关的 IP 地址的信息了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你的 Proxy IP 或者是区域设置有没有生效。这期讲了2个，一个是解决 ECH 条件下速度-1的问题，另一个是自定义 Proxy IP 或区域的设置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，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，谢谢。